轻轻的一点点的画，你看加入一些冷色进去，这样它就不再单调，不是很单一了。还可以有一些绿色，就肤色。然后呢，整体的饱和度再微微的降低一点点。然后针对性的有一些地方要红一点，哪些地方很柔的，给它画一些妆上去，两腮是吧？两腮透出一些血色来。很慢很轻的画，然后鼻子上。嘴巴上，你看，直到画到现在为止，我都是在用喷枪画，没有使用别的东西。然后耳朵为什么也红？因为耳朵里面也没有骨头，对吧？然后点一些高光，我把这个眼睛先画一下。瞳孔的地方可以画得深一点，但这不是绝对的。有些同学喜欢把瞳孔里面再补一些颜色也是可以的，但是现在这个完成度来说还没到那个程度。好，我们可以结合套索工具，配合喷枪的工具来做一些整齐的边缘。好，那睫毛什么的这些都可以慢慢的弄。卡一些血色在眼角。然后眼白的地方呢，稍微画的亮一些，就除了上面投影的位置，可以给它稍微画亮一点。大家不用太生气，对吧？一小朋友来听，我们应该欢迎他。等一会儿叔叔画奶子给他看，大家不要生气啊，不要为那些小朋友生气。
我复制一个来画这个头发。画成不一样的头发，我打算。用水平翻转来画另一个，这样感觉比较不一样一点。两个合到一起来画。好，头发的话我就不用喷枪画了，画什么发型好呢？我看到有同学说眼睛是圆的，你傻逼都知道眼睛是圆的，我画的眼睛明明是圆的，你在那瞎逼逼个屁啊！我先用我的鸡巴塞住那个人的嘴，我们再来画头发啊。好，眼球的结构我跟大家讲一下。眼球呢是在骷髅的眼眶中的一个球体，对吧？这球体呢被眼轮匝肌包裹住。眉弓的位置，就是因为是球体，所以说才会有下面的阴影，对吧？才会有这个阴影，而且偏正面的这个眼睛跟转过去的眼睛，它弧度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不要因为那些性饥渴的人浪费太多时间，我们来画头发啊。这个画一个往后梳的头发吧，正好跟大家讲一下发际线。用喷枪的好处就是一开始并不一定要画特别准确，可以减少很多的压力，慢慢的来涂。不行，不能画金正恩的头发。实不相瞒，上次我画过金正恩之后，失踪了一段时间，其实是去朝鲜旅游了一下。我已经答应他不再画他了，大家不要再让我画他了。我要把这个颜色改一改，我打算把这边的改一改吧。
好，把整个颜色调的深一点，然后饱和度也调低一点，我画一个皮肤很黑的一个颜色。好，把这些冷色贯穿进去，但是不要做的太强了。好，把头发改成一个白色好了。头发我们换一个笔来画。好，因为皮肤是黑色的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发挥空间，比如说把眼睛弄成一个浅色等等。好，这个笔刷并不能完全胜任画头发，它只是帮助你分出一些层次而已，还是要找回普通的笔刷来画。好，把原本太深的颜色先给它填掉，不要这个颜色，把它去掉。对吧？真正要出效果的话，还得慢慢画。好，一些头发的阴影，对吧？用硬的笔去把它卡出来。
然后把这耳朵也给它改长一点，改尖一点。然后直接变形就可以了。变形调到一个自己觉得合适的位置。然后对面还要有一个耳朵，对吧？那透视的关系，我们把它压扁一点，差不多在这个位置上。好。好，眼睛我给它改成一个白色的眼睛。先给它提亮，然后提到爆掉都没关系，然后再慢慢的给它找回来就好，慢慢的给它过渡一下。对吧？就任何一个有特点、有特征的一个角色，它都是基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形角色基础上，对吧？增加它的特征。因为一个角色如果不做表情，没有对白，没有肢体语言，只靠五官长相的话，那就只有靠它外观特征来区分这个角色的特征。好，反而眼黑的部分比眼白的部分还要来得更亮，所以说我们把眼白部分反而给它做暗一些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补一些颜色进去，挑一些喜欢的颜色补进去。
把这些颜色补进去。好，肤色比较深，那么我们就要好好利用起这个深的肤色，对吧？给它做出一些变化来。比方说深色肤色上面可以有一些白色的一些图案在上面。好，我们新建一层来画。最终这个图案是一个亮色的，我只是现在先简单的把它画成一个深的颜色而已。就一个有特点的角色是，不是说这个人眼睛很大很有特点，这样的特点是不会让人记住这个角色的。就一个好的角色就以魔兽世界里面的伊利丹来说，对吧？他是个瞎子，他眼睛蒙着一个布条，然后有一对巨大的恶魔角，又有着精灵的耳朵，那么这些特征就足够让他被记住。就不管你是一个不管你是一个画得很好的人，还是一个爱好者，你只要把这些特征画出来，别人一看就知道是这个角色。所以这些特征必须要足够让人记住它。就好像海贼王里面的路飞，他有一顶草帽，对吧？如果没有了这顶草帽，他妈我怎么知道你是路飞啊？就需要有一个特征。我有草帽和路飞他哥。路飞他哥的肌肉比路飞发达一些，对吧？对吧？刚才我所说的是视觉上的特征，对吧？那有些，比如说还有其他的特征，比如刚才那些小学生说出秀智商的那种语言，对吧？除了说明他父母智商也不高以外，对吧？还充分的说明了自己的智力的低下，这也是一种特征，因为跟大家都不一样。就与众不同的东西才会让人记住它。好，分层画有非常多的好处，比如我可以把它边缘修干净，很方便，对吧？不会影响到这个肤色。好，其实我要把这些花纹最终是做成一个亮色，因为在一个深色的皮肤上做出深色的花纹其实并不好看。就好像在水泥的路面上，它本身颜色是一个深灰色，所以说我们画斑马线要用白色。如果你用一个黑色的话，它反而看不出来。好，没有秀智商的同学是好样的，对吧？那种存在感要它有什么用？好，我们还分层之后还可以尝试调它的颜色。还是我自己一开始选的这个紫色我比较喜欢，那就用这种颜色。好，到头发里面的我们就把它擦掉。
没办法，不用点基老色很难让大家兴奋，只能用。好，之前黑色的这个肤色为什么把它饱和度调这么灰？因为如果它的饱和度也很高，那我叠上这个鲜艳的这个白粉色，这个紫色，它的效果就不好。好，虽然皮肤的颜色很深，皮肤颜色深的话，那我更可以把一些透光的颜色做上去。方法也很简单，我选一个非常浅的一个红色，然后通过叠加的属性就可以实现出透光的这个目的。透光的话就用喷枪来处理就可以了。透出血色，对吧？好，然后这个呢，我们画成另外一种气质。首先，它的眼型我们把它改掉。这个同学说的是有意义的话，对吧？是不是可以通过眼睛和眉毛的距离来表现？确实，像这一张的话，我把它眉毛往上移，它整个人气质就会变得更不一样。好，整个气质会更加的平和、平易近人一些。好，你看眉毛的间距不同，整个气质就有这一初始的不同就已经有了。然后呢还不够，我们还要把它眼睛的样子改掉。